非要我把你的手绑上，你才会学乖吗？你难道不希望我早点死？谢良，其实前几日我问了一个游医，他说你的腿并非无药可治。什么意思？我就是和你商量一下，那个郎中是个游医，方子也是民间土方，你愿意试试吗？万一有用呢？条件是什么？我知道你受困于此，心情郁闷，但医治期间你要答应我，不准再自残。还有，说是我治好了你，你便签放弃书，我们各自婚嫁，从此两不相欠。就算这土方子治不好我，但只要他不像从前那么过分，我也会酌情放他离去的。虽然他是家里专程买来照顾我的，但毕竟是一个女子的大好年华，没必要消耗在我这个废人的身上。既然说好了，那让我帮你包扎一下吧，就算不会疼，也不能这么伤害自己啊。被放逐到边关3载，他对他除了抱怨就是打骂，心疼却还是第一次。他到底是怎么了？难不成是前日撞柱磕坏了脑子？怎么一醒过来性子就变了这么多？从前他自残，他见了也只会冷嘲热讽，从不会这样帮他。好像这个转变也是从他前日撞柱开始。租户谢良，有人在吗？该交租了。这个院子不是谢家买下的，而是租的。他也没想到他被放逐此地，家里竟然连个院子都不肯为他买。现在的他这样的处境，该拿什么交租？夏浅看出他的为难。没关系，我去处理。不好意思，我是谢良的妻子，请问您是？你们3年前租了我的院子，上个月就到期了，怎么个意思啊？租不租了？租就快点交钱，不租就赶紧搬走。您稍微等一下，我进去问一下我相公。他叫他什么相公？还在外人面前自称是他的妻子？以前不是觉得他丢人，从来都是以主仆相称吗？外人面前标榜他对瘫痪主子不离不弃的绝世好丫鬟形象，关上门来却非打即骂，恨不得他立刻去死，不再拖累他。今日怎么？谢良，你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？是租房凭证，整院出租3年，租金1年2吊钱。把他请进来办，和他说几句话。他嫌弃我们把他的院子弄乱了，不愿意进来。你想和他说什么？不如我帮你传达。问问他能否宽限几日，我去筹钱。我也正有此意，2两银子1年租金，倒是可以想想办法。谢良一怔，没想到夏浅这次竟没有骂他无用。见那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对着夏浅一顿冷嘲热讽的数落，浓浓的愧疚自责漫上心头，将他深深淹没。这种低声下气求人通融的事，本该他一个男人去做的。废物，废物！想到这里，他忍不住又一次攥紧了拳头，愤恨地打砸着毫无知足的腿。行，我就看看你一个弱女子如何能在3天之内赚到2两银子。多谢多谢，3日之后我定能筹到房费。说是筹不到，我们立马搬走。吃点东西再睡，不然身体抵抗力会变差。我不饿。不饿也得喝。我不是在和你商量，你答应过我的，要配合治疗。不好好吃饭，以你现在的身子，如何受得住猛药？尽管他的语气很强硬，但谢良听到后心里却有些暖暖的，好像被关心了。家里没多少存粮了吧？没关系，家里还有几个铜板，明天早上我就去镇上买粮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饿肚子的。明日去镇上拿我的名次去书斋借几本书来抄吧。可以，但是不能太辛苦。面汤入喉，却又瞬间让他愣在了原地。这温热的口感就像温暖的火焰跃然舌上，他一口接一口地喝着面汤，只觉喉咙中传来的温热和顺滑，像是一股暖流一直流淌到心底。怎么了？汤很好喝。是吧？我也觉得这么冷的天喝点热汤会很……谢良，你说我在门口卖汤可以吗？这里远离闹市，且小巷幽深，怕是不大好做啊。汤香不怕巷子深嘛，只要汤熬得好，定会吸引到客人的。那就试试。左右租房的契书上并未写不能经商。好，不过我觉得面汤实在单调，不如卖羊杂汤来的实惠，味道更香，而且也能卖上价格。羊杂汤？就是用羊的肝脏做的汤，很香的。内脏？下水吗？等着吧，我明天早上去镇上低价买些没有人要的羊杂回来，你尝尝就知道了。搂着我的脖子，我抱你过去。谢良还是有些迟疑，让女子抱他，他不习惯。没关系，相信我，我能抱得动你。活了20年，被女人抱着走，这还是第一次。他尴尬的眼神飘忽，视线落在冒着热气的浴桶上，不由多思。浴桶，他自己都快忘了
他有多久没在浴桶里洗过澡了？实在忍受不住的时候，就拜托他打水，自己简单擦擦。就这还总是被他冷嘲热讽，指桑骂槐。直至坐到了水温适中的浴桶里，他还是不敢相信。还在出神，夏浅已经来帮他解衣扣了。我自己来。好。夏浅也不强迫他，回身去收拾沾满了血渍和污垢的床单。给我吧，我自己洗。你在浴桶里多不方便呢，我帮你洗吧。不必了，脏。那好吧，若是不便，记得喊我。约莫过了1炷香时间，守在门外的夏浅都快睡着了，却突然听见了一声重响。果不其然，夏浅入内便看见薄稀破旧的浴桶四分五裂，泛着白沫的水漫得到处都是，而一身湿漉的谢良正赤条条地倒在地上，还在从碎木中向外攀爬。他才将手伸向谢良，谢良便下意识地缩住了脖子。他以为他会打他。谢良，我今后不会再打你了，我向你保证。谢良，我想告诉你，今日的境况不是你造成的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兵败不是，你父兄的死不是，我们受困于此更不是。你不必将这一切都担在自己的肩上，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。他喉结滚动，似有千言万语，却总是难以开口，眼珠流转，最终还是低下了脑袋。不要再伤害自己了，你的腿会好起来的，相信我。只要你的腿好了，届时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你可以返回京城，也可以披甲上阵，为父兄平反正名。他抬眸看着他，会说话的眼睛似乎在问，真的会有那一天吗？你失去的一切都会回到你的身边，无论是名利地位，还是心中挚爱。好了，帮你擦擦头发，舒舒服服的睡一觉，明早醒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他低下眼眸，视线瞟向满地凌乱，心下愧责。早知如此，他就不该妄图自己爬出浴桶回到床上的，把屋子弄成这样，他恐怕要收拾到很晚吧。这浴桶太薄，早就该换了。好在他坚持到你洗完才换，也算是我们家的功臣了。我可以帮你头洗抹布。二人一直忙到月上枝头，才将屋里的积水收拾干净。夏浅累得腰酸背痛，谢良的额头上也带着薄汗。谢良，幸好有你帮我，不然估计要收拾到明天早上了。辛苦了。你也辛苦了，晚上好好休息，明天见。怎么醒得这么早？谢良不语，只带着些许睡意，懵懵地看着他。夏浅被他这副懵怔的样子可爱道：我今日去镇上采买，不知几时能回来。锅里温着粥，我拜托了隔壁的李大婶，晌午时候帮你端进来。谢良醒神，懵懵懂懂地点着头。你不吃吗？太早了，我没胃口，你吃吧。吃完把空碗放在窗台上，等我回来收。他其实很想和他说，到了镇上他可以吃碗面再回来，可话在喉咙里转了几转，想起从前种种，终是咬紧了牙关，只字未言。好好看家，不许胡思乱想，不许自残，记住了吗？谢良长长的睫毛忽闪，算作应下的一种方式。夏浅却不给他偷懒的机会，故作严厉。重复一遍。谢良不大情愿地抬起眸子，稍显幽怨地瞪着他，薄唇微抿。他犹豫半晌，到底还是乖乖听话了。不许自残。夏浅要被他这副可爱模样萌化了。真乖，等我回来。既然都决定要走了，干嘛还招惹他？他难道不知道，像他这种连床都下不了的人，很容易依赖上对他好的人吗？他就不怕他反悔，将他一辈子锁在床边？奈何他知道不能这么自私，不可以拉着无辜之人与他殉葬。从前那个动辄打骂的恶妇不行，现在这个总喜欢假装霸道的他更不行。想到这里，他心情低落地放下了粥碗，兀自开解，说着气话。胡搅蛮缠的凶妇，谁会想要他留下？难不成是《聊斋志异》中说的田螺姑娘附体？呸，罪过，子不语怪力乱神。在胡思乱想中，他迷迷糊糊睡着了。梦里，从前那个手持棍棒的恶妇摇身一变成了衣袂飘飘的仙人，他的腿好了，能走了，仙人却如烟消散了。那个夏妮让我给你送饭。哎，他家怎么会不臭了呢？那个摊子不在屋里拉屎了？你是谢大哥？从前的谢良又脏又臭，披头散发，像个拾荒的野人。这现在也太好看了吧，简直不像平头百姓。谢大哥，您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，我这都没敢认。闻言，谢良无意识低手，看了看整洁的衣服和床被，若非仙子降临，他只怕还会和从前一般深陷泥沼。什么时辰了？李美娟被他低沉沙哑的声音酥得全身发颤，汗毛耸立。
那个50了。多谢。李美娟又被他酥的一个机灵，怎么会有人长得这么好看，说话也这么好听啊？可惜啊，可惜了啊！这样完美的男人却是个摊子，不然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将其拿下。高低多生几个缩小版的谢大哥，整日抱在怀里稀罕。李姑娘，还有事吗？我是想说啊，你窗台上放着的空碗，我帮你拿去刷了吧。谢大哥您别误会，我就是想着看能不能帮到你什么忙。李姑娘的好意，谢某心领。只是内子善妒，若见谢某与李姑娘共处一室，恐生误会。我心甚惧，还请李姑娘体谅。谢大哥，你不要怕，今日我先回去，以后若是夏妮再敢打你，你就叫我定然会来保护你的。实在不行，我就去帮你报官，这样的恶气不要也罢。不必劳烦，内子已今非昔比，他待我很好，不会再施暴。还请李姑娘不要散布谣言。时间越来越晚，天色都有些暗下来了，夏浅还没回来，他彻底失去了希望，一个人窝在黑暗中发脾气，肚子叫得人烦死了。躺在床上什么也做不了，有什么资格饿？只会吃白饭的废人，干脆饿死算了，活着也是给人增加负担。一怒之下，他摔了粥碗，清脆的响动在黑暗中尤为刺耳。谢良，你没事吧？回来时走错路了，耽误些时间。你饿了吧？我这就去准备晚饭。不急。谢良，你一定猜不到我有多聪明。我看那些杀羊的商贩打算扔掉羊下水，我就买了一小块羊肉，把内脏讨要了一些回来。就这样算来，我们卖羊杂汤的成本几乎为零。他得意洋洋地筹算着，看他眼中金光闪闪，似有话要说。怎么了，谢良？对了，刚刚碗粥怎么打翻了？你没有伤到手吧？没拿稳。你可吃过东西了？中午买了张大饼。对了，虽然有点硬，但挺好吃的，你尝尝。你别嫌弃，我是掰着吃的。谢良抬眸看了他一眼。我不饿。晚上给你做好吃的，保证是你没有吃过的人间之味。谢良也有些许期待，毕竟一道面汤，一个糙米粥都能做得这么好吃，更何况是别的呢？厨房里的夏浅洗刷了好半天，他欢欢喜喜地准备着葱花、姜片等，做了个清汤锅底，又将买来的芝麻炒熟，磨成了芝麻酱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他将地桌摆到床边。羊肉不留着卖吗？羊肉太贵了，卖起来成本太高，要价高了容易滞销，要低了又赚不到钱。熬汤还是用羊杂更实惠，而且羊肉肉质细嫩，容易消化，性温味甘，有益气补虚、温中暖下的功效，适当吃些对你的身体有好处。他的意思是说，羊肉贵，所以不舍得卖，却舍得给他吃。快尝尝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麻酱浓郁醇香，羊肉鲜嫩多汁，伴随着微微的辣味，香浓的程度直达上颚。谢良被这新奇的口感镇住了，愣在了原地，一时失语。味道怎么样？很好。可惜调料不太全，说是蒜糖佐味，那味道便更是无敌。这几日你似乎与从前大不相同。你喜欢现在的我还是以前的我？似乎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，讶异抬眸，斩钉截铁。自然是现在的你。可话未出口，他的脸却鲜红了。我不喜欢从前的日子。见他低垂的睫毛轻颤，双颊被温暖的明火烤得略微红热。嘿，那就是喜欢现在的我喽。你希望我怎么称呼你？我叫夏浅。这是他真正的名字，真是好听。人如其名，清爽透亮，如盛夏微风，沁人心脾。幸会在下谢良。夏浅有些乱了，他这是心动了吗？你冷不冷啊？我去帮你找件外衣披着吧。靠在厨房的墙壁上，他不住地警告自己不可以对男主动心，否则你个小小炮灰会死得很惨。可他心知肚明，想要与他朝夕相处却不动心，这实在太难了。他可是男主啊，长得好看也就罢了，他还性格温润，文武双全，可郎可奶，这谁能受得住啊？他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尽量与他保持距离，快点治好他的腿，争取全身而退。你可以的，夏浅，你可以的。晚上温度低，披件衣服吧。多谢啊。见他依旧这般疏离客气，夏浅也悄悄卸下了防备。此前原身对谢良那么恶劣，想来谢良是不会对他这张脸动心的。这样，就算他没守住自己的心，只要谢良对他无感，届时治好他的腿，依旧能够一拍两散。他了解自己，他虽随性，却不是会死缠烂打的人。只要谢良决定离开，他绝不会纠缠。夜半起夜，夏浅却看见
谢良的窗子竟然开着，这么冷的天，屋子里又没有炭盆，他开着窗子睡觉不冷吗？怕他染上风寒，夏浅走到东卧窗前，刚想帮他关上窗子，却发现谢良，你怎么还没睡？谢良正以一个诡异的姿势拧着没有知觉的2条腿，上半身倚靠在窗台上抄书。听到夏浅的声音，聚精会神的谢良明显愣了一下。我想帮你分担房租的压力。那你为什么开着窗子抄书？这多冷啊！月光照在雪上挺亮的，这样能省些烛火钱。夏浅这才明白过来，他是想连夜抄书赶工，却又不想浪费蜡烛，这才开着窗子趴在窗台上抄。不许抄了，蜡烛是钱，你病了喝药就不是钱吗？万一感染了风寒，我还要分心照顾你。好了，不早了，赶紧睡觉。我盖着被子，不会生病。不许顶嘴，给我老老实实睡觉去。哎呦，夏妮在家做啥好吃的呢？我闻着像是肉香啊。是啊，夏妮吃上肉了，发达了呀。看来这次谢公子抄书的钱没有全拿去买胭脂水粉呀。煮了锅羊汤，等下煮好了送去给你们尝尝。哎呦，没想到啊，有生之年竟能吃到谢公子家的饭食。哎呀，那我可得好好尝尝。对，我回去告诉我媳妇儿，早上晚点吃饭，就等着夏妮给我们送肉汤喝了。邻居们打趣着，谁也没放在心上。毕竟谁不知道，这整条巷子里最穷的就是谢家。搬过来这么多年，只有他家管别家借粮的份儿，还从没见过回头粮呢。如今这好不容易吃上一回肉，邻居们谁也不信他会舍得分给别家。大家伙嬉笑着四散而去。他煮好了第一锅羊汤，便与谢良商议着给邻居们各家送碗尝尝。一是为和邻居们打好关系，二也是为了铺开名声，打开市场。人都说远亲不如近邻，从前家中贫寒，邻居们借粮送衣都有帮衬，我给他们送碗羊汤也是应该的。去相守的杨木匠家问问有没有合适做招牌的木头，看能否赊一块回来，我帮你写个招牌。丽莎，我煮了点羊汤，想在门口支个小摊，看看能不能补贴家用。说是人来人往吵到您了，您就和我说，我就把摊子挪远一点。摆摊儿啊？谁摆呀？你自己摆呀？哎呀，你一个女娃自己摆摊，抛头露面的，这可怎么好呢？没事，丽莎，我就在家门口摆摊，不怕遇见什么不好的人，而且也方便照顾谢良。谢大哥，你摆吧，我能帮你照顾谢大哥。听见这话，夏浅和李母都有些尴尬。李美娟被李母瞪了一眼，也意识到了气氛不对，急忙改口：不是，我是说我能帮你看着摊子，方便你照顾谢大哥。哎，你这丫头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赶紧做饭去。哎呀娘，我就是想帮忙夏妮嘛，你咋这么冷血无情呢？李婶，那你们先忙，我就不打扰了，还要去别家送汤。快去吧，一个女子拖着个瘫痪的主家，真是不容易啊。老娘告诉你啊，你给我老实一点，从昨天回来你就很不对劲儿，魂不守舍的，还动不动就偷笑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给我离谢家远一些，少谢大哥长谢大哥短的。你看那夏妮的日子过得还不够苦吗？她想逃都逃不脱，你还要主动往上凑。哎呀娘，你根本就不懂，夏妮日子过得苦是她不会经营，谢大哥能抄书又能赚钱的，夏妮还会饿肚子，那纯是他蠢。夏浅欢欢喜喜地将招牌摆在了院门外，这摊子就算支起来了。奈何小巷僻静，路过的几个人都是巷子里的邻居，大眼瞪小眼，夏浅尴尬，邻居也尴尬。哎，妮子，你这羊汤怎么卖呀？不要羊杂的1文1碗，带一勺羊杂的3文1碗。早上你给我送的那碗汤啊，味道非常不错，你再给我来一碗和早上一样的，我儿子早上没喝到，我端回去给他尝尝。都是邻居，带羊杂的您还给我1文钱就好了。无论如何总算是开张了，看我赚钱了，总算卖出去1碗，是好兆头。坐下歇一会儿吧。一上午他都在不由自主地张望他的小摊，看他冻得来回踱步，他心里滴血一样的疼。若不是他瘫痪在床，什么忙也帮不上，也不至于要他一个女子去抛头露面，独自受冻。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，这巷子里根本就没有外人出入，明天是最后一天了，估计靠卖羊汤是赚不到房费了。见他这般愁烦，谢良脸下睫毛，暗自思索，要不然我去借个小车，推着羊汤去镇上卖，这样肯定能赚到钱。可是你自己在家我不放心，而且没有明火加热，羊汤凉了也没法喝呀。听见他说他是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家，才优先选择在家门口摆摊的，谢良心中又是一阵感动。谢良暗自咬了咬牙，下定了决心，明天再试一天吧，若是不行，以后再换地方。谢良并未与夏浅说出他的打算，只是鼓励他再试一天。
夏浅不明所以，却也不甘轻易放弃，沉闷的点了点头。羊汤，鲜美暖胃的羊汤了，1文1碗，1文钱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但是你能买1碗羊汤，温暖你一整个冬天。夏浅，进来歇会儿吧。夏浅左右看了看空空如也的巷子，揣着手快步跑回了屋子。这边关的天气可真冷啊，又冷又长。能不能帮我把里面的成面包裹拿出来？缎面包裹，这不是他被放逐时他娘给他带的贴身衣物吗？他是要卖衣服换房费吗？可是这里只剩一套白色里衣，1件黑色披风，又都不是什么值钱的面料，卖不上2两银子的吧。原本有一大箱子的，可边关3年间都被原身卖的差不多了，就连箱子都被原身给典当了。匣体里有针线和剪刀。你要剪了它？这不是你母亲留给你的唯一的东西了吗？剪了多可惜啊。左右现在我也用不到，放着也是浪费。刺啦一声便剪开了披风。夏浅看着心疼，恰巧门外李婶又站在摊前招呼他，快步出了屋子与李婶说话。哎呀，妮儿啊，你这摆1天了，卖到钱了吗？卖了1碗。哎呀，行啊，卖出去1碗就没白忙活，积少成多，万一哪天生意就好了呢。是啊。夏浅送走李婶又回来屋子，没想到他就出去1炷香的时间，谢良已经把披风改成了小号的，多余的毛领也卷成了2个圆包，刚好扣在耳朵上做一对护耳。哇，谢良，你不是武将出身吗？怎么还有这种手艺？行军打仗，内务全靠自己打理。可是你这也太厉害了。谢良，别写了，有人找上门了，我们得出去躲一躲。若真是仇家寻仇，你不在岂不正好？那怎么行？快上来。谢良怔了怔，刚想告诉他来的不是敌人。幸好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房费也刚好到期了，就这么跑了也不心疼。不然说是刚交完房费就被寻仇了，那我一定心疼死。夏浅，其实不用跑。不跑被人砍死吗？像他们这样无权无势的小市民，就算光天化日之下被砍死家中，也不会有人理会的。哎，这里是谢家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在家吗？一进门就看见了这一景象，夏浅见逃跑已经来不及了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将谢良扔出了窗外，独自留下对抗仇家。谢良，你快走，我拦住他们，快走！不对，快爬！大胆妇人，竟敢将我家将军扔出窗外，还不快去把将军扶回来！是。将军谢良，所以这个人是谢良的旧部。哼，恶妇，还不快点过来向将军赔罪！陆虎，不得放肆！这是我的妻子夏浅。是我有眼无珠，冲撞了嫂子，还望嫂子恕罪。这是我以前的副将陆虎，他从13岁起就跟着谢家去，至今已经有10年了，是自己人。夏浅眨眨眼睛，心中升起无数个疑问，却又无从问起。比如，既然谢良知道他的副将就在边关，为何他此前从未向他求助？还有，原书中也没有提及过陆虎这号连名字都很随意的人物，为何他会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谢家？以前怎么没见他来看望过谢良？他真的可靠吗？将军，您被放逐边关3年，为何一直躲着属下？您知道属下找您找的有多辛苦吗？别哭了，先起来。我双腿尽废，早已不是你们的将军了。不，就算京中人人都说谢老将军通敌叛国，但我不信。谢家3000旧部全都不信。将军，你是谢家仅剩的血脉，只要你还活在这世上1日，我们就不认别家的军旗。打住，此话以后不许再说。还有，我不仅是谢家仅剩的血脉，我还有4弟。他虽然年纪小，未曾从军，但无论如何也比我这个废人强。知道内情的陆虎和夏浅都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。按照原书的时间推算，这时候的谢家已经……将军不必灰心，如今既叫我找到了将军，我必会为将军寻最好的名医看诊，定然治好将军的双腿。我被放逐到此地，你这样明目张胆地关照我，不会被牵连吗？将军说的这是什么话？若是没有将军相护，我早死在战场上几百回了。而且将军有所不知，守护将军这件事是2殿下的密令。陆虎，你忘了父亲的教导吗？手握兵权，不可参与党派之争。是，我只是想和将军说，将军不必心有顾虑，保护将军是我分内的事，我也不会为此受到牵连。对了，嫂子，我来时看到门外挂着的牌匾写您在办羊肉汤，多少钱1碗？我能带兄弟们来吃吗？夏浅一怔，连忙颔首，泼天的富贵这不就来了吗？说什么钱不钱的，你们是谢良的兄弟，免费喝不要钱。那怎么能行？该多少钱就多少钱。嫂子你等着，我这就带兄弟们过来认门，我让他们每天都来给您捧场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夏浅推拒着，嘴角却都咧到了后脑勺。
夏浅好像猜到了陆虎等人为何会来得这么巧了。嗨，嫂子，我先给您10两银子，您把所有羊汤都煮了，我这就回去叫兄弟们过来认门，让他们闲来无事多多关照您的生意。这可使不得，我就算把所有羊杂都煮了，也用不上这么多银子啊！而且10两银子是你半年的军饷了吧？这钱我不能要。嗨，嫂子，您就别和我见外了。以前跟着谢老将军的时候，谢老将军从未在银钱上亏待过兄弟们，更何况这10两银子买的也不只是羊汤，还有兄弟们包场的费用，不然我们这群兵也往院子里一站，谁还敢买您的羊汤了呢？夏浅犹豫地看向谢良，心有顾虑。谢良却淡然地点了点头。既然陆虎都这么说了，夏浅去准备羊汤吧。那就多谢陆虎兄弟了。哎，嫂子，您可千万别和我客气，您和将军能接受我的银子，这比什么都让我高兴。陆虎风风火火地出了门。小枣、大碗，你们留下帮嫂子干活，我回军营叫兄弟们过来喝羊汤。是。二人送走陆虎，便回来帮夏浅刷锅洗菜。你叫小枣，你叫大碗。是的，嫂子。听见他们的名字，夏浅忍不住心下吐槽，这原书的作者取名也太随便了吧。副将叫陆虎，小厮叫早晚，早晚陆虎，陆虎早晚。他摇了摇头，无暇多想，转身投入了备料和煮汤的忙碌中。在早晚2人的帮助下，一锅羊汤很快便煮好了。嘿，嫂子，我们谢家军过来喝汤了。哎呀娘，不行，他们院子里来了那么多人喝汤，夏妮一定招呼不过来了。哎呀，我得去帮他。哎呀，人家发人家的财，关你什么事？哎，你这死丫头！夏妮，生意这么好，忙坏了吧？我娘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，让我过来帮帮你。李婶有心了，不过我这里暂时还不缺人手，忙得过来。哎呀，这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。哎呀，来，我帮你。夏浅无奈笑笑，只得摘下围裙进了东卧。辛苦了。还好。你饿了没有？要不要我先给你弄点吃的？不必，等你忙完一起吃吧。谢大哥，你还没吃晚饭吧？先喝碗羊汤垫垫肚子吧。不必了，我不饿。没事儿，谢大哥，夏妮不在，她出去了。那次不在，李姑娘更应该与我保持距离。院里人多眼杂，被人看见，恐怕误了姑娘的名声。谢良本是拒绝的话，听在李美娟耳朵里却是一阵欢心。谢大哥真是正人君子，竟然还为她的名声考虑。还是谢大哥思虑周全，那我先出去了，等客人走了我再来。谢良他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知道你喝羊汤是假，关照谢良才是真的，但10两银子已经够多了。再这样，我怕是不敢再让你上门来了。嫂子，您是将军认定的正妻，将军信你，兄弟们便也信你。将军行动不便，日常生活还要麻烦嫂子多多费心。兄弟是粗人，不会说好话，兄弟们给您磕头了。啊，做生意是真的好累啊。谢良停下笔墨，看着恹恹地倒在脚边的他，心里又有些愧疚。他的腿什么忙都帮不上。既然房租赚够了，不如这羊汤先不卖了，只要我多抄几本书，也能够我们的日常开销。只靠你一个人太辛苦了，万一你累了或者是病了，收入就断了。也好，那就雇个信得过的人做你的帮手。我也有这个想法，只是一时之间合适的人也找不到。恰好此时，隔壁的李美娟又来送包子，听见他们的对话，顿时来了精神。哎，正好办呀！你雇到人以前，我可以先帮你的忙。你要是出门或者忙不过来的时候，就去喊我，我娘一定不会拦着的。李姑娘家中事多，不好过分叨扰。哎呀，谢大哥，我们都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了，你和我客气什么呀？就算夏妮不主动过去找我，我平时也会过来帮忙的。那这样吧，在我找到雇工前，你帮我的忙，我给你工钱。不过你也知道，我这羊汤刚做，还没有赚到什么钱，可能一天只能给你20个铜板。哎呀，说什么钱不钱的，我们什么关系啊？那我娘蒸的包子，怕你们忙了一天没时间做晚饭，特意叫我送了几个过来，快趁热吃吧啊！我先回去了哈。李婶真是好人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她了。李姑娘尚在闺阁，都叫她过来帮工，你不在时，空惹是非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只是就算我们找到了工人，难道李美娟就不会再来了吗？看趋势，怕是拦不住她。我会关紧房门，约束好自己。你什么？若是听见了什么风言风语，你不要轻信。岂有此理！谁准你们用我的院子做买卖的？卖的还是羊杂汤，肮脏，实在是肮脏。房东大哥，我们签的契书我相公看过了，上面并没有写不能用来做买卖，我们没有违规啊。那也不行，这是我的房子，我自己说了算。我的院子只能租给学子农户，你要是执意在我院子里弄这些肮脏东西，就赶紧搬出去，我不租了。原本在院中喝汤静观其变的众位兄弟见状，瞬间全都围了过来，黑压压的，气势汹汹。喂，你干什么呢？敢动我嫂子的摊子，不要命了！也不打听打听，这院子里住着的是什么人？来，把他拉进来，
哥儿几个好好伺候伺候他。姑娘，你和兵员们好好说说，我是房东，我是来收租的，我没有恶意。生怕那些官兵将他拉进去一顿暴揍。大家息怒，先放开房东大哥，有话好好说。行，我们听嫂子的。房东大哥，我和我相公的情况你也了解，若不在家门口做点小买卖，我们真怕是活不下去了。坐吧，你们坐吧。房东惊魂未定地点着头，他是真没想到，一个纤弱女子加上一个双腿残废的摊子，竟然在军中还有势力。原本还想着能抓着他做买卖的事借题发挥，涨点房租呢。可如今这么看来，怕是原定的2两1年的房租都拿不到了。房东大哥，之前契书签的是3年的，我们现在手头里没什么钱，先续1年的，您看行不行？这还是算了，你们住着吧，我不收房费了。别啊，这年头谁也不容易，您还是收着吧。那就先收你们1年的。几位军爷，吃好喝好，小的先告退了，不打扰了。嫂子，这狗逼是不是欺压你和将军啊？就是，嫂子，您说句话，我们这就去给您出气。是啊，嫂子，有啥事儿您可得跟我们说。谢良将军自小就跟着谢老将军在军中闯荡，我们这也算看着将军长大的。没有，邻居们都挺友善的。那个房东也只是刚好过来收租，估计他以后也不敢再上门来了，大家不必担心。嫂子有什么难处就和我们说，谢家军没旁的好处就是一个字，团结。是啊，嫂子，我们可不能让谢老将军仅剩的血脉受委屈。身边人听他又说漏了嘴，连忙用手肘撞击他。大家的关心我和谢良收到了，放心，我们不会和大家见外的，有什么事都会和大家一起商量解决。这就对了嘛。是啊，这样我们才对得起谢老将军的在天之灵。几人还在说话，门外又有客人闻着香味而来。那个，请问这里是在卖羊杂汤吗？啊，是。那现在有汤吗？有。小枣率先应话，快步跑进屋子，不多时便端了一碗冒着热气的羊汤出来。经过几个倍感新鲜的老兵时，他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。好了，你们喝完快回军营吧，穿着盔甲在这聚堆，客人都不敢进院了。啊，没事，我不是害怕你们。我长得面善，人家定然是不怕我的，想来是怕你。怕我？我媳妇儿说我就像那刚出生的小羔羊一样可爱。哈哈，小羔羊，说的是你还是你弟弟啊？去你的吧！将军，我们回去了。听闻屋内的谢良闷闷嗯了一声，他们又向夏浅告了别。感谢嫂子的羊汤，我们先走了啊。喝完可以免费续汤。啊，多谢，这羊汤很好喝。齐了，兄弟，你们读书人不是有那个君子8不食，不吃下水这类污秽之物吗？你咋个跑来吃我们的羊杂汤呢？君子有8不食，但穷人没有。饶有深意的一句话让夏浅也不由深思，小枣却油盐不进地追问着。可是我们这一碗羊杂汤要卖3文钱，屠宰场的下水却可以免费掏药，你咋不自己要了回家煮？实不相瞒，小生只是看见贵院招牌，想起了幼年时我娘去屠宰场抢过的羊心，便想重温一下儿时的味道，没想到是来忆苦思甜的。我还纳闷呢，咋还有书生来吃我们的羊汤啊？那你此番是来镇上求学呀，还是上京赶考啊？赶考？嘿，有出息啊，真是有出息！你娘又享福了呀！唉，家母已经过去。那个呀，节哀呀，节哀。多谢2位的羊杂汤，真的很美味。若是此次上京不成，回来我还会再来品尝的。那啥，后会有期。小枣嘴比脑子快，夏浅急忙拍了他一下，陪着笑：“祝你好运，考上了也可以再来喝我们的羊杂汤。”妮子，你看这小桌够不够大？我生怕谢公子放不下笔墨书本，特意给你加宽了些。够用了，多谢杨大叔帮我想着，我自己总是想不了这么全面，劳烦杨大叔亲自跑这一趟了。喝碗羊汤暖暖身子吧。行啊，你在这儿卖羊汤，可算是便宜我这老光棍了。以后不想做饭，就来你这儿喝碗羊汤。欢迎啊！杨大叔什么时候想喝了，您隔着巷子招呼一声，我给您送上门去。哎，那多麻烦！你这开门做买卖的，我往这儿一坐，还能给你添人气儿不是？还是杨大叔想的周到。咱这巷子一向冷清，你弄这个小摊以后，可热闹了不少。只是你要当心，有人嫉妒你赚钱，找你的麻烦。不能吧？我看邻居们都挺好相处的。嗨，你呀还是年轻，这面子功夫谁不会做呢？但关起门来，就说不上人家心里是咋想的了。他这么说着，有意无意地瞥了眼张大叔的院子。我在这巷子里住了一辈子了，啥人啥样，我心里明镜似的。这所谓邻居啊，不过是一个怕你有，笑你无。你前几日没赚到什么钱，他们还能对你露个笑脸。
这几日赚到钱了，他们不定心里多激动呢。夏浅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想起张大叔还买过他2碗羊汤，又觉得有些怀疑。张大叔真的是这样表里不一的人吗？丫头，不信你就等着看，这几日你院里有不少官兵，他们不敢声张，等过几日那些军爷不来了，你看他们找不找你麻烦。杨大叔的话我记下了，喝汤，您喝汤。好吃，真是好吃。要是咱个人家也能做出这个味儿，那羊杂估计就不能是扔货喽。好了，这就不用怕辣油滴在新桌子上了。这是他赚到的第1桶金，他没有给自己买一块布头贴一件新衣，赚了钱的第一件事是给他打了张桌子，这叫3年来无人问津的他如何能不感动。他看着刚好与床等宽的小桌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看谢良垂眸不语，他轻声催促着他：你快试试，看看高度合不合适，若是用着不舒服，我再找杨大叔帮忙调调。挺好的。行，没有不舒服就行。以后你吃饭也可以用这张小桌子，不然总是扭着身子，对腰也不好。费心了。客气什么？我们是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嘛。听到夏浅这么说，谢良眼中的光却隐隐幻灭。战友吗？不是夫妻，是战友吗？他低下眼眸，捏紧手中狼毫，藏起无尽失落。转瞬又无声轻叹，自我开解，是他想多了，误把这几日陆虎面前的逢场作戏当了真。都说过治好他的腿就要放他离开的，他到底在期待什么？自嘲地摇了摇头，他不再言语，沉默地看着浮在纸上的文字，心思繁重。上次去镇子上带的粮食不够，没买多少粮食，正好家里的羊杂也快用完了。明天我想再去镇上补货，你手上的书今天能抄完吗？已经抄完了2本。那我顺路去帮你领银子。等下我去叫李婶过来帮忙看着他，锅里有羊汤，你饿了就叫李婶帮你盛1碗，不想喝羊汤的话，就等我下午回来给你做好吃的。你有没有特别想吃或者是特别想买的东西，我帮你捎回来。给自己买身冬衣吧。我这个还能穿呢，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，你好像没有能穿的冬衣吧？买了也是浪费。才不是呢，都说了你会好起来的。好了，我走了，你不累就抄几页，累了就躺下歇会儿，不要勉强自己。把披风穿上。夏浅这才想起，他先前用自己的衣服给他改了件披风，他也不含糊，爽快地应下，回身将绣着暗纹的玄色披风从柜子里拿出来，裹在了身上，还在他床前转了一圈，满意的笑着问道：怎么样，好看吗？谢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略微出神。怎么了？不好看吗？没有，挺好的。挺好看的，他多想肆无忌惮地夸夸他啊，可是现在的他没有这个资格，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。他轻咳着掩饰心下的躁动，想进不敢进，想退无可退。夏浅不知他心中所想，见他面色红晕，咳嗽不止，还以为他受了凉，上前2步按住他的手腕为他诊脉。被他细腻的指尖抵住心脉，谢良又惶恐地瞪大了眼睛，薄唇微张，心跳狂乱。他发现了他深藏的心思吗？会不会觉得他轻浮寡信，说好放他走，却又言而无信？他屏住呼吸，缓缓掀起眼皮，满心忐忑。见他神情凝滞，秀眉紧锁，看上去只是在帮他诊脉，他这才悄悄松了一口气。转瞬却又听他呢喃：没有受凉啊，就是心跳有点快，可能是昨晚没有休息好的缘故吧。带我去镇上给你抓些安神的药。我没事，休息休息就好。那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得赶紧走了，等下羊杂要被抢光了。谢良也搞不懂自己紧张个什么劲儿，可就是很在乎他的想法和感受，怕他觉得他出尔反尔，心生埋怨。他不想被他讨厌。靠在桌上，他无意识地摆弄着书签。谢大哥，我来帮夏妮看摊了。进来吧。李姑娘，可是有事？啊，我没事啊，我就是过来看看你，看看你有没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。没有。哎，对了，夏妮说你没吃早饭，你饿了吧？我给你弄点吃的。不必。没事，谢大哥，我知道你闻羊汤都快闻吐了，我给你做点别的东西吃。夏浅跟我说，来看摊的人是李婶。我娘病了，身体不舒服，我替她一天。病了？那李姑娘还是把摊子收了，回去照顾母亲吧。不用，我娘她只是感染风寒，又不是什么大病。他哪敢回去啊？为了来找谢大哥，他可是把他娘锁在了里屋啊。这会儿回去，他娘非扒了他的皮不可。那个谢大哥，我去摊子上看看有没有人。在摊子上站了没一会儿，
他就被冻回了屋子。他又不是真来看摊的，才不要遭这个罪呢。跑回屋子，他朝着满目疑问的谢良讪讪一笑：“这外面也太冷了，我进来暖和一下。”谢良不语，兀自抄书。嘿，谢大哥这字写的可真好，能不能也教教我呀？我也想认字儿，可是我娘说了，女子读书无用，不肯送我去学堂。见谢良不理他，他伏在桌上，随便指了个字，探身求问：“哎，谢大哥，这个字儿念什么呀？”我只会抄写，不认得。他现在连敷衍都懒得敷衍了。哼，骗人！他失魂落魄地走了出去，他才重新打起精神。嫂子，我们来喝羊汤了。哎，怎么是你啊？嫂子呢？夏妮去镇上了，今天我帮她看摊。他幻想着，若是他能顶替夏妮的位置，那这些人就会像对待夏妮一样，恭恭敬敬地叫她嫂子。他也会有军中的关系替他撑腰，这镇子上便不会有人再敢欺负他和他娘了。哎，你们都是和谢大哥在军营认识的？啊，对。那你们都算是谢大哥的过命兄弟了呀？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弟兄们出于礼貌一一回话，不想他却愈发不知深浅，竟问了谢良最忌讳的问题。那你们和谢大哥这么熟，定然知道他的腿。兄弟几人对视一眼，李美娟被他们的眼神吓得腿都软了，站都站不起来。怎么回事？之前夏妮在时，他们不是挺和善的吗？是他说错了什么话吗？难道是谢大哥的腿？屋内的谢良听着外面的对话，不需抬头便猜到了弟兄们的反应，沉闷地长叹一声。他知道，他这双腿，无论对他来讲，还是对谢家军来说，都是一生难以释怀的痛。好了，都回去吧。他声音沙哑又沉闷地开口，帮李美娟解了围。弟兄们闻言，面色不善地瞪了眼李美娟。他刚想说点什么对谢良表示感谢，却又听见他淡淡说道：“你也回去吧。”我不走，谢大哥。我刚刚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？我不是有意要冒犯你的。